乐高界的春晚来了，这3组选手都是澳洲层层筛选出的最强乐高玩家，冠军可以得到10万澳元的奖金和乐高大师的头衔。钱不钱的不重要，主要是就喜欢听人叫我乐高大师。老观众都知道，每年总决赛都是28小时的自由发挥，长发组的作品经常统一观众的审美。他们这下终于熬到总决赛，可以放飞自我，做一场天马行空的大战。还记得小时候玩小冰人吗？他们做的就是小冰人的至臻高端版。故事里的巫师唤醒了树人，和人类的工程师对抗，看他们搭建就像上数学课，摄影师稍微走个神，镜头回来，他们就变出了一座大山。他们还给山上的巫师周身做了旋风技能，还是电动旋风，奥义旋风召唤术。然而旁边评委的表情就没有这么好看，评委认为离远了看故事不够清晰，也就是缺少视觉引导。他们参考之前的作品，决定做一个大技能。总决赛总要有些插曲进来，节目组老套的请来了选手的家人们直播连线。但让我意外的是，这档节目竟然拥有了不属于竞技综艺的温情。Look, a lot of the time on shows like this, you know, the crew gets neglected. And so it's a bit of a special treat for everyone here, a bit of a surprise. I've organised all the crew's family as well to join us via Zoom. Look at that, incredible. I can see it's got Nige, got him good. There we go, Nige, got you, Nige. That's it. No, oh, don't drop your focus. 长发组手速快是公认的，到了最后1小时，卷毛的手已经严重超速。这一桌子零件数之恐怖，不知道能顶多少个千年隼。一个巨大的推土机正在毁坏这片森林，钻机破土而出，直升机在一旁待命。山顶的巫师可不会束手旁观，他凝聚了整片森林的自然能量，变成一束冲击波，撞向推土机。另一边召唤树人来对抗这些铁皮机器。作品细节实在太多，他们好像花了28个小时创造了一整个世界。说到缺点，长发组其实更适合命题作文，和上届长发组的作品风格很像，却少了一些美感。看来头发还是不够长，但从他们的作品里能窥见我们最早玩玩具的初衷，那就是在残酷的生活中，让我们有了自由掌握快乐的勇气。这一季的厄运组可以说是拿了逆袭剧本，最开始抽到厄运砖，中间被淘汰又复活，历经波折，最终来到了总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厄运组准备做一个底座，是可以旋转的超大马戏团。马戏团的内部被割成4个部分。Each scene will be viewable from all angles. How does the tent sit around that? Rather than actually build the entire tent. 那厄运组不想要帐篷，评委直接抓住盲点。It means nothing if they're all open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m and it's just rotating around. 厄运组被评委一语惊醒，先支起帐篷骨架，然后固定板块上色，马戏团的帐篷外壳就做好了，这颜色看着就顺眼。妹子这边负责棚内故事，比如这个马戏团员工的社死现场。So that's her. She's holding his pants, and that's him. He's come out. 这旗舰店79三个的人仔随便抓一大把，用来填充马戏团里的游客。然而他们的转盘转速太慢，想加点细节进去能急死个人，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1分钟。巨大的红白马戏团中有旋转的4个场景，里面有着你能想到的所有杂技表演。侧面有环绕的小火车，外面的马戏团小丑正在卖魔术气球，还有拿着气球看表演的孩子们，冰激凌摊和排长队的游客，几乎集齐了所有马戏团的要素。但总决赛必须严苛一点，马戏团有个很不美观的地方，就是顶部红白帐篷的缝隙非常大。总体来说是完全有实力和长发组抗衡的作品。28小时靠搭乐高赢下45万人民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澳洲最牛的乐高玩家拥有了无限使用的砖块后，他们创造了狐狸、蟒蛇、老虎、狗头等等这些极度传神的模型。到了最后一场总决赛，胡子哥难道会拼个动物园吗？他们准备做一个大的森林场景，2只鹿正在小溪边喝水，不远处的狼群正窥视着这里。2个小时后，鹿已经初见雏形，鹿腿只用了细细的科技键就能稳在底板上。胡子哥做动物的优势来源于自己大型电子生物设计的工作，在搭建时他们有很多小技巧，比如狗的眉毛有一块小肌肉，从而能散发情绪，但狼的眉毛上没有肌肉，所以表情没有温度。他们的手艺之妙，连评委都忍不住了。 Mission to touch. Mission grab. I'm not allowed to touch the Lego. Maybe season 4. 做完动物之后，他们开始抠场景，用乐高去搭这么大片的森林沙盘，填充河流与花丛，几乎是在一个个像素块的去做处理，整个场景生机盎然。此时的胡子哥仿佛就是造物主。 I feel like I've just got to say it. Why does this look so beautiful? Our story is there's a family of deer in a beautiful forest.
just drinking water, minding their own business. 鹿警惕地察觉到了一只狼的靠近，停下了喝水的动作。然而鹿没有注意到另外一边2只狼摸了过来。这个模型别说奖金10万，拿去拍卖都不止这个数。他们不需要任何动力组就能让动物活过来。准备抬起的狼腿，微微偏转的鹿头，这些动势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好像只要观众站在这里足够久，就可以看到下一幕。360度无死角构图，这一桌子的搭建技巧足以诠释一本乐高教科书。Yeah, chef's kiss. 3组作品摆在现场，和往年一样，一共250位观众，1人1票。但卷帘门一打开，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不妙的是，来投票的小男孩居多。试问谁会为了2头鹿放弃巫师大战坦克的故事呢？甚至还有一个会旋转的马戏团。但决定冠军的关键还是评委手中的100票。因为疫情原因，没有了往年的现场观众。Ceasefire. 计票完成，先来公布总决赛季军。It's Gabby and Ryan. 逆风翻盘的典范，一路升级打怪，和买级大佬站在同一个颁奖台上，恭喜厄运组！接下来即将揭晓整季最大的悬念。The winner of LEGO Masters Season 3. Oh no. David and Gus. 恭喜胡子哥实至名归，大哥激动的脸都红穿了。长发组也拿到了亚军，可惜只差1点就可以享受这场金色的雨了。You've made a build in 28 hours. I feel like I'm in a forest. I feel like there's danger. I feel anticipation. I feel concerned. I feel tranquility. I feel all of these things out of a plastic brick. What? Are you nuts? It's beautiful. It really is. 最后捧杯吧，胡子哥。Thank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Thank you to the team. Thank you to the special effects. Thanks for watching. Congratulations. 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这是一棵重达400公斤的乐高树，这么大棵树，我退休之前应该能拼完。本期的比赛叫节外生枝，意思就是要在这些树枝上折腾出点东西来，能否杀进总决赛在此一举。不过这棵树不就是为胡子组量身打造的动物世界吗？他们每次想的不是搭什么故事，而是搭什么动物。但动物要是做好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故事。这一次他们准备做一只栖息在树干上的大老虎。记住这张草图，他们拼的比这草图画的还好。要用乐高方块塑造出来活物的表情和姿态，估计一般人连想象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回到舒适区的胡子哥如鱼得水。 Tiger. It's unreal. How about you focus on our build, you dog? Yeah, but that's sick. 我竟然被一只乐高老虎凶了。为砖块赋予情感，这一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细节这块还差点。评委过来指出老虎的脚缺了东西。 If you think about it, when it's up on the tree, you know, we'll see the underside. The underside. The pads. 就当比赛要结束时，选手们又被突然告知有反转，这棵树下还暗藏了一格地底世界。5个小时内还要创造出和树上的作品相关联的新故事。感情节外生枝是这个意思。胡子组本来想在地下做人骨，但介于太惊悚，最后换成了动物猫鼬。I'd say this tiger is close to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ve ever built. It looks organic, it looks alive. 猫鼬从洞口探出头，用鼻子嗅探老虎的踪迹，而老虎也感知到了猫鼬的存在，静静地趴在树上等待机会。他们用微妙的氛围来讲故事，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叙述手段了。但半决赛里，评委必须苛刻点，指出猫鼬的姿势不够准确，但晋级绝对是绰绰有余。恭喜胡子哥成为了总决赛的第1支队伍。厄运组拿的是最高处的树枝，这个高度刚好做个小孩荡秋千的场景。用乐高做这么大的动态模型可太难了，而且因为高度，他们一半时间都要蹲在桌底作业。荡秋千的重点是要荡起来，而不能是单纯晃动。好在厄运组的机械一直很强，他们先设计2个发动机驱动涡轮，再驱动齿轮，最后连接机械杆，让两边同时同速摆动。然而 Subtle swing. Subtle. It moves about a centimetre.
轮胎太重了，根本摆不起来，再加个人就更不可能了。他们光搭这个东西就花了5个小时，现在拆掉只有死路一条，只能想办法继续优化机械。秋千不行，还有腿可以荡。果然，给腿里塞上动力后，带着秋千也跟着动起来了。正在他们以为比赛终于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的这一下子给选手的白眼都拉到天上去了。They are loving the twist. 比赛远没有结束，他们还要继续干出地理世界的故事。这个反转是不是有点针对厄运组了？其他组都是动物系，这发挥空间不要太大。What do kids keep underground? 那可能只有时间胶囊最合适了。女孩正在荡着秋千，一只蝴蝶落在了她的鼻子上，树下埋着时间胶囊，里面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照片，等待未来某一天的挖掘。这脸做的也忒潦草了，盗墓的挖到这时间胶囊，估计都得让同行嘲笑3年。五官丑归丑，但作品的机械部分动起来确实很丝滑，是个相当厉害的技术模型。长发小哥准备在树枝上做一个精灵村庄，卷毛嫌弃树枝太短，非要增加难度，延长1节。这还不算完，这2个小天才还想看看树枝会不会断。 This is a terrible idea. But if it falls now, we have time to fix it. If it falls at the end, we are proper shot. 在测试了延长的树枝能固定住后，他们才开始搭建。单一个精灵村庄太无聊，于是他们在剧情里加入了反派邪恶蜘蛛。这些个大蜘蛛做得过于写实，我要是村民，直接把村子给他们了。等到比赛结束，节目组放出来了一个仿佛专门给他们设置的转折：地下世界。精灵村庄的地底下藏点什么，好像都很合理啊。他们在地下做了一个蜘蛛网的巢穴。在比赛只剩下1分钟的时候，卷毛竟然还想要搞一只蜘蛛出来。 树枝上坐落着一个精灵村庄，邪恶的大蜘蛛潜伏在树枝下，准备奇袭村庄。村民们也骑上蚂蚁，严阵以待。树根下面是蜘蛛网的老巢，精灵们穿过传送门，悄悄潜入，准备将蜘蛛网的巢穴变成敌后战场。长发小哥把树枝进行了360度无死角的环绕拼搭，上下左右都能瞥见一个漂亮的构图。而且因为乐高里这种紫色的零件非常有限，选择它作为主色调来拼搭，其实无形中提高了整体难度。地下的精灵巢穴乱中有序，看得我手痒痒，想摆一个在家里。可惜节目里的作品在比赛后1周内都会被拆除。妈妈组做的是王座上的封后，他手下有很多996工蜂在给他打工，一颗黑色香肠零件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不满。转折部分，他们将地理世界变成蜜蜂的茶水间，休息时间打工蜂可以在这里恰饭。蜂后趾高气扬地坐在王座上，前面的打工人不是打工蜂悲伤地站在前面，下方是打工蜂的休息室，他们在这里补充体力，然后乘坐电梯上去继续加班。蜜蜂的方头仔形象技术含量偏低，评委也指出他们的蜜蜂只在树枝上排坐，而其他组的模型都是4面8方的延伸。妈妈组这次的作品过于卡通和平面化，在其他3组大神的坐镇下，肯定是挤不进总决赛了。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第3届的乐高大师再次刷新了选手水平和主持人整活能力。 Here it comes. Psych, it's actually coming out the wall. 唯一不同的就是免死小金砖变成了白金砖，但规则改了。 Last year, you had to play the golden brick before a build. This year, you will build. See everyone else's builds. Hear Brickman's critique. 好家伙，你们这让白人小哥组和金砖组去哪说理去？第1集，节目组准备了一个大沙盘，一辆火车。 Is to simply build something on your square that would make someone in that train go wow. 老观众都知道，每季开头都是这种半开放搭建，方便了解选手水平。第1集里镜头最多的就是这2位全职妈妈，怎么看都和技术大佬的形象相差甚远。本来以为他们就是来充当气氛组的，直到看到了他们的创意草图。他们准备搭个日本艺妓寺庙，地上的小人运来很多巨大寿司当做祭品。乐高模型很少使用东方元素，但一出现就是全场焦点。 Oh wow, look at the geisha. 只要不站评委头上搭就能赢。上1季的金砖组就是用打差异化的胜利密码拿到了金砖，但1季的脸和板砖一样沉，都是颗粒砖，基本靠咬合固定。他们尝试用更大头的头发增加后面的重量，平衡是平衡了，更大的重量也让衔接地方更不牢固了。其实这里用带孔砖和销就可以固定住。第1场比赛用了17个小时，将所有人的底板拼起来，就合成了一个超大型景观。只是他们的艺妓寺庙太扎眼了，一眼扫去，其他大神的作品都成了背景板。艺妓寺院在巨大沙盘中如此吸睛的原因，来自于本身的颜色选择，红黄黑白的色块和背景山脉树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寿司的形态很有食欲，故事完整，美学精彩。 If I was to write down 1,000 things that I would build, a giant geisha temple would not have been one of them. I can guarantee that. 最重要的是，从来没听过评委给过这么高的评价。 The train definitely stopped
This is awesome. Absolutely awesome. Great stuff.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o simply build something on your square that would make them stop in their tracks. 有2种点题方法，一种是艺伎这种让火车停下欣赏的景观型，还有就是直接给火车下停的，比如胡子哥这组。哎，咋又是胡子？这集的胡子组，一位是疯狂的乐高收藏家，另一位是设计工程师，负责大型电子生物的建设 such as dinosaurs or dragons, really big scale stuff. 又是一组技术和造型兼备的选手。这一节目选手实力和毛发旺盛程度确实有着微妙的关系。他们准备使用机械组让巨型鳄鱼做出啃食火车的动作，火车内置了传感器，鳄鱼下嘴的时候会让火车前照灯闪烁起来。I feel like I've arrived at a moment. Can I see it one more time? Yeah, you can. Yeah. That's awesome. 因为鳄鱼头部太重，摇火车的时候容易掉下来，所以胡子哥不得不撤掉感应器，把火车做成残骸，减少碰撞。鳄鱼误食了有毒的粉色物质，变异成了巨鳄，咬断了一旁铁轨上的火车，人类被吓得四散逃窜。唯一的缺陷就是颜色太绿了，和群山与底板没有对比，应该来点红色。除了胡子组，还有2个小哥也很强，这发型加胡子应该是能夺冠的那种。长发小哥计划做母舰营救小 UFO 的故事。母舰 UFO 很重，但第一次测试就流畅地转起来了。That's one of the best mechanisms I've seen, and octagonal too. It really is a great build. 一艘小型 UFO 被击落在丛林中，秘密特工组织试图掩盖真相，但母舰已经来营救小 UFO 了。主体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着火的树，浓视的猪圈，可惜很多地方都没有给到镜头。期待长发小哥后面的作品。For within one of these bags is the brick of doom. 本季第一个整活环节就是厄运砖块，抽到厄运砖块的这组颇被施予诅咒，并且惩罚是每次比赛都要晚5分钟开始。Not too bad. If we're ever doing a 6 or 7 minute challenge. 厄运组打算做一只准备毁掉铁轨的雪怪，是场上为数不多使用机械组的大模型。厄运砖块带来的心理暗示强大，很快他们就划伤了手。Can we get a band-aid? 他们用曲柄连杆给雪人设计了踩踏的动作。铁路的工人们正在挖一条火车隧道，惊扰了雪人山洞的安宁。生气的雪怪要踩爆他们的炸药，工人们被掉落的雪击中，四散逃窜。空洞的眼神加深了雪人的恐怖感，我觉得是除了艺伎外最有意思的一个了。剩下的几组都决定做景观，让火车停站。情侣组准备做一个即将喷涌的巨大火山，飞速转动的火焰零件模仿岩浆，但他们花了一半的时间复制和背景一样的山，这就有些没必要了。哎，节目里难得一见的亚裔，看名字好像还是华人。亚裔组这边做了一个大型的彩虹瀑布，工人们在山洞里挖掘宝石。这组小哥镜头和台词都比较少，他们计划做一个大的主题乐园。这就是战斗民族的游乐设施吗？这妹子让我知道了，竟然还有骰子顾问这种职业。 I'm a luxury dice consultant.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there's only the 6-sided die. That's incorrect. There's many different types. You've got your semi-precious, your aluminium, your heavy metal. 他们准备做一个巨大奶酪，它被人类残忍地融化成小奶酪售卖。旁边的奶酪之神准备拯救它，有点黑暗童话的意思。8组作品看下来，最后的冠军没什么悬念的给到了艺伎。妈妈组顺利拿到了小金砖，估计挺进个半决赛是没什么问题。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终于来了，保洁阿姨的噩梦之砸乐高。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比赛不仅考验选手，更考验主持人的球技。胡子多这组拿到的是维京海盗人仔。Our story is that we have a quiet little Viking village. 海盗村庄门口的摇铃人正在睡觉，村民们照常生活，谁都没意识到一颗巨大的保龄球炮弹即将摧毁他们的家园。这个主题难就难在既不能建得太结实，又不能太脆，这对手劲儿是个很大的考验。8个小时的搭建，就看接下来主持人投球的一瞬间。摇铃人在塔里睡觉，没有摇铃提醒小镇上的人躲避保龄球之灾。为了让爆炸的颜色更丰富，胡子哥在建筑里还藏了很多小零件。Oh, it's good. Yep. 保龄球完美的砸进了正中间，水与火的零件飞了出来。The guard that was asleep is still asleep. 摇铃人竟然还在睡觉，这个是最屌的。
骰子情侣组拿到的是黑暗骑士，这个可能是全场最残忍的爆炸了。他们给黑暗骑士立了一个很傲娇的人设，对外粗鲁残暴，但实际上他的城堡里都是粉色的房间，床上放着小熊，还养着一只可爱的独角兽。当保龄球砸向黑色城堡时，里面的粉色的砖块会爆得到处都是。Here's to a unicorn. Oh, I want a unicorn. 接下来请欣赏骑士的社死现场。Pink. I mea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That was really good. 可惜的是，那只独角兽没被炸出来，骑士的尊严勉强保留了一点。 Great job, guys. Well done, guys. 名为摧毁，实为创造。在乐高大师众多败家子环节中，总会出现一些神来之笔的瞬间。但长发小哥的这次爆炸震撼我一整年。长发小哥建了个中世纪城堡，他们准备做一个会预测未来的巫师，他要阻止即将飞来的保龄球陨石。小哥俩很机智的在地形上动了手脚。 We've built the terrain up with height to kind of launch this bowling ball. 用斜坡来引导不可控的保龄球，妙啊！于是他俩开始为这个绝妙的创意搬砖。 Literally,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I'm spending most of my time sitting here on the stool, sorting through all this Lego-y goo, trying to find myself some tubular boys. 黑发小哥在奔跑中得到了新灵感。故事中的邪恶巫师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从村庄中收集村民的人头，藏到城堡中。 He has been unclipping the heads of the local villagers. 他们还给巫师做了个技能特效，巫师希望自己的蓝色魔咒能阻止大保龄球的袭击。灰蒙蒙的城堡坐落在山上，谁也想不到其中藏着一个惊悚的秘密。斜坡真的让保龄球飞了起来，一瞬间颜色被撞击释放，从昏暗的黑灰色到突然的一抹黄色。惊人的是，只有城堡被轰碎了，而小镇其他地方都安然无恙，就好像是村民自己设计的复仇炮弹一样。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历届破坏主题里最优秀的一个，9分实力，1分运气，不愧是长发组2代目。厄运组拿到的是海盗主题，妹子计划做一个弧形的六角形堡垒，海盗们凯旋归来，正准备庆祝掠夺的胜利。他们使用了一种非法拼搭的手段来搭墙。 There's actually a remarkable amount of flex in them. I can put this under a fairly significant amount of tension. 通过弯曲砖块将墙掰出来。搭好墙之后，他们在堡垒中布置好海盗们的宴席。 Pushes up the floor, Vikings fly everywhere, treasure, food. 对称的六角形城堡俯视下去，美学效果满分。六边形的弧形墙中间是用1/4圆弧砖组成的圆柱形堡垒，用人仔和小零件布景宴会。即使搭出来就是为了被击碎，厄运组也加入了小彩蛋，比如这个正在上厕所的男人。 I mean, if the whole thing goes and it's like the guy in the outback toilet reading the newspaper and the whole thing blows away. 希望这一次厄运组能摆脱主持人不幸手滑扔歪了。 Curse that curse, honestly. Hey, Mish! Basically hit nothing but toilet guy. 只好再补一球。海盗们正在准备庆功宴，这时一个巨大的保龄球炮弹从天而降，直接开袭。厄运组强的设计独具匠心，但因为太坚固了，还是个圆形，适得其反地影响了保龄球的轨迹。虽然最后的效果很漂亮，但还是有点可惜了。 妈妈组抽到的是斯巴达，他们准备搭一个斯巴达猛男站在城门前，身后的大楼里塞满了战马。因为老公是斯巴达文化爱好者，所以热心的主持人特意给了一次场外连线的机会。 I've got 15 seconds, not long. Tell me about Spartan architecture, like. Mate, she's got 8 hours. She can't build a senate. Something small. Something... What is the word t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Sparta? So mean. 失去了友军辅助，不了解斯巴达的妈妈组只能靠感觉搭建。故事差点意思没事儿，反正只要零件到的多，效果肯定没得说。There's no horses. Who has all the horses? 妈妈组将零件屋的马一扫而光，想要保龄球撞出人仰马翻的镜头。不过这斯巴达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零件分两边放，估计也是看穿主持人的球技了。保龄球直奔右侧的零件箱。 斯巴达因为太结实没有裂开，还在空中转了一圈，颜色的爆发很有冲击力。总的来说是效果大于技术了。同时拿到斯巴达主题的还有这组小哥，
他们做的是希腊神庙，九头蛇冲破屋顶，嘴里叼着宙斯。这小哥俩就比较实诚了，几乎没往里堆什么零件。宙斯被成功解救，同时获得自由的还有一只旋转机。What's that, a chicken? 两对情侣组恰好都拿到了武士主题。亚裔情侣组这边的小哥是乐高收藏家，但土豪怎么可能只有乐高一个爱好呢？ I've got a passion for cars. Prioritizing a car over a house. 他们准备做一条龙垂涎道馆里的食物，想要入侵武士道馆的故事。这条龙给小哥筹了好几个小时才搭完，直到最后1分钟他们才固定好。哎，他们有固定吗？ Can you explain to your Lego eye how that is being held up? By magic. 武士城堡被砸穿了，藏在楼里的透明砖飞散。要说缺点的话，就是道馆搭的多少有点潦草了。对比之下，这对情侣组的武士道馆就看着牛逼得多。 Love the tower. Love it. It's actually really fun. I'm actually loving doing this culture. It's a lot of fun. 要不说咱们文化输出要加大力度呢，瑞士建筑中很多都是仿唐建筑。 I mean, Anthony, you know a lot about samurai culture.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amurais were famous for was sort of build a hilariously leaning tower that could fall over at any moment. The second floor has apparently been put one off to the side. 搭这种高塔最怕的就是搭完发现漏了块砖，扣下来再修补，就容易发出这种尖叫声。作为场上唯一竖着放的建筑，不知道爆破效果怎么样。 Flies over the blocks. 球和塔擦肩而过。 Wait, and we're like, oh, that's it. 本来以为爆破失败的时候，塔被带倒了。 That's the shot. Right there. Great job, guys. 本集最后的冠军毫无疑问的给到了最精彩的巫师城堡，长发小哥拿到了下期的豁免权，这高兴的硬是赢出了总决赛的感觉。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水晶球，一个能让女朋友落泪的神秘物品。相信大聪明们已经想到，这一次的比赛就是用乐高搭出水晶球里的世界，当然还得配上雪花特效。12月的时候，南半球处于夏天，这时就能在澳洲看到只穿裤衩的圣诞老人。短发小哥组准备将这个澳洲特有的圣诞场景滑稽化，搭一个驯鹿在沙滩上给圣诞老人调鸡尾酒的画面。除了圣诞老人和驯鹿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很合理。沙滩椅、冲浪板、偷啤酒的小螃蟹，这颜色应该摆桌上啊。短发小哥把提到沙滩能想到的东西都搭了进去，基本没有遗漏要素了。圣诞老人坐在沙滩椅上，比了一个666。仔细看才发现驯鹿鼻子是用人仔头盔做的，要是下场雪就更有意思了。It's snow time. 海岸沙滩遮阳伞吧台调酒冲浪板，整个故事俗套中又带着滑稽可爱。That's awesome. Looks great. Great stuff, guys. Well done. Thank you, guys. 旁边的亚裔小哥准备做一个暴风雪中的船，亚裔小哥这组准备搭轮船遇难的画面。这故事和暴风雪一配合，真就天衣无缝。民族的船被困在了冰山里，想要打捞鱼上来吃，却让路过的北极熊抢了。祸不单行的还有即将到来的暴风雪。这一艘看似普通的船，下雪的瞬间终于惊艳了起来。哇！极端天气让船上的情况更加严峻，暴风雪的到来完美解释了船员的逃离。Wow, it looks amazing. Thanks. 雪中湖简直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动物系巅峰。10小时创造乐高水晶球这期里，工作非常炫酷的胡子哥终于撸起袖子，秀起了操作。他们准备做一只顶着暴风雪的小狐狸。兄弟俩分工搭头和身子，从胡子的浓密程度就能看出这个老哥更强些。他负责狐狸头部，做最重要的神态部分。乐高中动物和人类模型是最难搭的，大家对熟悉的东西更加敏感，难以容错。搭完头和身子，将两部分合在一起，胡子哥的零件运用起步大师水平。这眼神真的是有灵魂注入了。Our heads on. 接着用基础板上狐狸皮。说到皮肤，另一边的主持人也开始了。We had me and Brickman like Arctic outfits to wear for one of the time calls, and we toss a coin to see who wins the best outfit. Who won the coin toss?
That's the last thing a dog wants to see. It was designed to keep annoying dog hosts away. I mean, what do you say to a fully grown man in a dog suit? 知道了，福瑞控是吧？短短几个小时，小狐狸的完成度已经巨高，再加上一些色彩的点缀，水晶球就做好了。漫天风雪中，狐狸凝视着前方，像是嗅到了一丝气味，或者抓住了什么东西。这只小狐狸搭得太牛了，神韵中传递了难以言喻的情感，评委也给出了艺术价值上的高度认同，让胡子老哥不禁猛然落泪。I can't believe that this early in LEGO Masters, I've seen a piece of art. To have Brickman call something that we built art, like I draw and do art, I've never had someone of that caliber. Dude, call something. Don't do that, man. That was beautiful, man. That was... 妈妈组准备做全场唯一一个动态模型，一个旋转的冰上跳舞小人。妈妈组先用蓝色和透明砖块铺好奠基和弧面，接着用柱子测试下重量和平衡性，最后才调整小人放上去。乐高树屋放上粉色花朵零件后，画风无比浪漫，但单拿出来做成嘴就……他们的电机转得很慢，可能是用电机配合不同齿轮做了减速，营造8音盒的缓慢的动态感。溜冰小人在结冰的湖面上旋转，明亮的颜色使用和清晰的主体。淘汰赛中这样的作品自保是妥妥的，就是这个武器零件充当的冰刀好像装反了。投资情侣组从雪花球联想到旅游纪念品，最后决定做景点世界遗址巨石阵。你说在水晶球里搭一堆石头能好看吗？因为巨石阵的比例限制，他们只好用人仔来刻画故事。石阵中间放大祭司，旁边有拍照合影的游客。祭司做法召唤来了一场暴风雪，包裹住了整个巨石阵。雪花特效让作品提升了一个 level， 但人仔已被雪淹没了，雪刮完啥也看不见了。这对情侣组估计有点悬。The way it's looking right now, the stakes are as high as they can be. 一听有雪，情侣组就掏出了自己一直想做的圣诞主题——圣诞老人的礼物工坊。他们用许多带颗粒链接绳做出驯鹿腾空的效果。乍一看视觉上挺杂乱的，但雪一下立马平衡了画面和颜色。圣诞老人刚从自己的工坊里出来，坐上雪橇准备去上班，却遇上了暴风雪。他要带着驯鹿赶在雪变得更大前离开。情侣组这个可能是全场最像水晶球的水晶球了，不像下面这个就有点离谱。厄运组用了他们本土的传说故事，被称为澳洲罗宾汉内德凯利，形象就是穿着一身铁皮的铠甲人。这模型除了澳洲人，估计很少有人能理解。奥运组还抖机灵的在模型后放了个 Made in China 的牌子。内德凯利浓密的眉毛和胡子埋在铁皮下，身后是趴在树上的考拉，能看出他们的造型能力很好。下面放了一块 Such is life， 这就是人生。虽然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雪花球这期最后冠军很没有悬念的给到了胡子哥。小狐狸一战封神，但作为淘汰赛也得有人退出。投资情侣组这一次的巨石阵技术和创意都掉出了平均线，成为了本季第一支被淘汰的队伍。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本场比赛就是随机组合2种动物的 DNA 进行搭建，创造一种世界上不存在的生物。更难的是，比赛时间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短发小哥组一下就赚到了最惊悚的2种动物。蝙蝠猪，这结合出来已经不是动物，是怪物了。会飞的蜘蛛比南方蟑螂还恐怖，他们也不负众望的做出来一个巨型蝙蝠猪。除了腿和翅膀潦草了一点，中间看着很有感觉。动物题目，这不就到胡子哥的主场了。Another flamingo, walrus flamingo. 火烈鸟和海象、火烈象，这连想象都困难的物种，要咋搭出来啊 ？Take the walrus's fat laziness into the flamingo's tall, elegant skinniness.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me when you say fat laziness? 把海象的牙放在火烈鸟的嘴上，胖胖的海象身体和瘦小的火烈鸟腿，但一条腿要怎么撑得住海象的重量？ Yes, that looks so good. 同样是腿，比起其他组，胡子哥的鸟腿处理就优雅逼真的多，还长着一只海象蹼，头的兼容也是说不出的完美，鸟的膝盖向后弯的细节也到位。长发小哥组赚到的是孔雀和鲨鱼，孔雀鲨，他们要保留孔雀的羽毛和鲨鱼的身子作为要素。6个小时，别的组搭完都费劲，他们竟然还想加动力组，实力降维打击了啊！小哥用了5种颜色的砖块拼成渐变羽毛，然后用带颗粒链接绳做好链接，拼完容易，按上难。在看着非常危险的画面里，卷毛小哥单枪匹马固定住了羽毛。Come on, just go.
Whoa, I'm sick, man! Whoa! 孔雀鲨摆动着脑袋在觅食，因为孔雀头小，所以他们机智地选择了锤头鲨，抵消了鲨鱼头太大的违和感。妈妈组赚到了伞蜥蜴和鲨鱼，把伞蜥蜴的伞嫁接到了鲨鱼脖子上，构思图看着还挺可爱的，但动起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I'm looking around the room and I'm looking at our build. Our build is hideous. Absolutely humiliating. I'm going to say hideous. 看着仅剩的时间和无力回天的模型，虽然不是淘汰赛，但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摔跟头，妈妈组还是绝望的想哭。Feeling Brickman's eyes on it, I just felt like embarrassed. And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talk about it with Brickman, and I just want to leave the room. 打不好真的是公开处刑啊！节目组也是硬着头皮放了特写。鲨鱼的舌头是把吉他，至于其他的我也编不出来了。其实这个作品说明了乐高 MOC 的难度，将构思变成模型听着简单，选手们好像也随手拈来一样，但真的自己上大概率会是这样。情侣组赚到了猪和火烈鸟。猪烈鸟，猪头鸟身，因为长短腿，所以猪烈鸟只能靠鸟腿着地。实话说，完成度不怎么高，勉强中还是有一丝可爱的。厄运组拿到的是火烈鸟和鲨鱼，俩八竿子打不着的物种，就赐名火烈鲨吧。It's so too big for the amount of time we have. It's ridiculous to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finish. 鲨鱼的形态，但眼睛、鱼鳍和色彩一眼就看出火烈鸟的基因。这两根腿杆子实在不好看。短短6小时里，做大尺寸也就等于细节缺乏。亚裔情侣组抽到蝎子和大象，这一题难度也够大了。他们计划做一个有很多条腿和蝎尾的大象，但像这样关节巨多的，需要连接的地方也多，所以模型会不停地垮掉。最后没想到，立住的蝎象真的很像，不过看底部连接处就知道还是没拼合，和前面那条龙一样的魔法固定，一碰就散架。回看上一期，这次的动物主题又是一场碾压局，最后胡子哥以火烈象赢得了下场比赛的特权。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感谢评委和他的团队送上的大火箭。火箭舱门打开，有7个格子，选手们要搭出自己想带上太空的东西。这一期就是考验大师们在狭小空间里讲故事的能力。只要题目自由度大到可以选择类型，长发小哥组除了科幻机甲，就再也看不见别的了。他们要做一个反乌托邦的空间站。第一步，先把空间结构搞出来。摄影师生怕观众学会，镜头再切到他们这儿，机甲就搭好了。Almost everything grey. He wants no color. I agree with the color. I just don't agree with the colors. 长发小哥俩在颜色选择上出现了分歧，卷毛坚持认为灰色才是反乌托邦世界里的主色调，脏辫小哥也犟不过他。Change the color of the mech. But the grungy vibe isn't a colourful mech. Yes, we should change the color. 卷毛估计想做的是脏科幻风格，用污秽的代表色灰色来强调社会的混乱无序，但往后走一步看，就是一坨糊。直到评委第2次过来摇头，小哥才妥协，加了点黄色和橙色。不听评委言，淘汰在眼前。人类将巨型机甲带上火箭，准备用来击退太空中的外星人，征服火星。作为全场零件密度最高的模型，难为他们这么点地方还加了动力组。评委认为他们空间站这2层台架子塞得太满，都看不清里面是啥，墙的颜色也称得上单调。狭小空间容不下机甲的野心，但不得不承认，拼搭技术上，这个作品是无懈可击的。从这个技术，淘汰是不可能淘汰的，但为了让他们长点记性，评委必须吓吓他们。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absolutely cool. Story-wise, I'm okay with, but from an aesthetics perspective, holy cow, it's put you in the gun today. 谁还记得太空有3个中国人在出差？说到人类最应该带上太空的，艺术绝对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带个音乐剧团或者博物馆上去不过分吧？妈妈组曾经是音乐剧演员， We're taking musical theatre to Mars. 这2大特长一结合，用乐高搭太空歌剧院的想法就成了。他们给故事设定为外星生物和人类管弦乐团合作演出。评委指出，要让这头外星人成为视觉中心，不然缺少层次感，会显得乱哄哄的。于是妈妈组咔咔撬砖，重新建高并延伸舞台。调整过视图的太空歌剧院分为了3层，下面的管弦乐队在演奏，顶层一群人仔围着外星人跳芭蕾。演出区2侧的后台放着芭蕾舞服，还有操控室和化妆间。用2个人仔做出的镜子效果，毛毛看了都说一句妙啊！看完这个模型，我愿意忘记他们前半场的那个蜥蜴鲨。厄运组这边准备建一座艺术画廊，人类的艺术瑰宝必须要带上太空啊！就比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I bring a piece from the brick pit which may be of use to you. The modesty leaf for your statue of David. See.
女组在画的选择上还是有点东西的。首先就是最容易用乐高复刻的格子狂魔蒙德里安的画，红黄蓝的构成，然后就选只有人物的名画，用人仔摆出造型。博物馆失窃，小偷们将各种艺术品洗劫一空，其中有蒙克的《呐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代表美国文化的美国哥特式和大卫肖像。评委给的叶子马赛克实属巧妙，还有蒙娜丽莎的胳膊被卸下来摆成了画里的姿势，只是一个大卫不足够成为视觉中心，评委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大更突出的艺术品。上期的博物馆和乐团属于艺术瑰宝也就算了，这边的胡子哥拼了一个绝对让人想不到的玩意儿——充气宝，就是在公园地摊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类幼崽快乐床。用硬质砖块还原 Q 弹的充气宝，这触及我知识盲区了。胡子哥除了模型上做了圆滑的角度，还加了很多齿轮减速电机，让人仔以最慢的速度做间歇运动。在比赛仅剩1小时时，胡子哥使用了海象鸟赢得的特权，全场暂停半小时。只有他们掌握比赛的30分钟里，胡子哥强行扩建，在前面的延伸空间做了一只机械斗牛，用软管零件做出弹跳的效果。充气宝旁边还有电玩、赛车，嗨，看看人家这零件用的。A dog. What? 短发小哥这边又将狗狗带上太空，同样是机甲主题，和长发小哥的反乌托邦比起来，他们的画风就活泼得多。狗子们在船舱里越狱了，四处筛家，引起混乱，留下了一地的奥利给。角落里还有一只追香肠的狗子。因为短发小哥每次的镜头都不多，所以技术上一直有种被低估的感觉。实际上，他们每个作品的完成度都非常高。However, I really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either something that folded out, those dogs going for a spacewalk off in space, and this robot just hanging on to those dogs. That would have sort of allowed you to get bigger and bolder. 情侣组准备做一场童话事故，乐高版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工厂发生了意外，喷涌出来的巧克力浆淹没了流水线，工人被困在了机器里，中间摆着还在制作中的巨大的粉色巧克力棒，各种细节拼成了一个混乱有趣的小剧场。情侣组这次发挥稳定，故事美学技巧都刚好达标，但另外一组情侣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We are panicking. We need to prove that we're better than our last build falling apart. 亚裔情侣组设计了一个人们押送外星人回母星的故事。眼看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这对拖延症情侣的关键角色外星人还没开始做，评委让他们赶紧做外星人。如果人物场景和比例崩坏，最起码还有个人物拿得出手。人类抓住了地球上所有的外星人，就在押送外星人回母星的途中被他们逃跑了。人类正在捕捉并将外星人送回控制舱。主题选择上和妈妈组的外形小乐团很相似，所以撞题要谨慎啊，一不小心就被实力碾压了。亚裔情侣组没有做好主次分配，整个作品从外面看基本看不出技术能力。 A great example of that is the 3 minifigs that are standing up on the top rail. They're simply just standing there. Even some of the face choices, you've got someone there with a space blaster going, meh. 比赛结算，最后胡子哥帽子戏法用充气宝拿下了本场的冠军，成为了本季第1个3连冠。在几乎全场稳定发挥的比赛中，就很容易暴露出技术能力稍弱的一组。亚裔情侣组的拼搭重复性较高，一直游走在及格线附近，在这期的最后被淘汰，离开了比赛。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